今天是我個人要面對的工作。是的，沒有看錯，很明顯這是一把刀刃破損不堪的刀。我總說刀用完要馬上清洗擦拭歸位，就是因為我有慘痛教訓，把鑄鐵鍋放在旁邊沒有注意到，整排刀刃壓上去。這把是米亞比的5000 MCD， 核心鋼材為 MC63， 其實就是 SG2 啦。63指的是熱處理後的目標硬度，是洛氏硬度63 HRC 哦，不是那個硬度。至於 MC， 我猜是粉末鋼芯 Microcarbide Powder Steel Core， 有 M 有 C， 雙人總是愛把鋼材包裝成商業行銷用油，雙人嘛。不過光聽到洛氏硬度63就知道今天的問題多棘手了。透過微距鏡頭可以觀察到，這一段就有2個半圓形的大坑，而且深度是貫穿整個刃線哦。再往前一點還有一個，所以這條刃線上總共有3個坑。除此之外，你可以明顯看到刀刃非常的凹凸不平，而且有很多捲刃的狀況。當時就想說，都已經傷成這樣子了，勢必得打掉重做，所以就一直沒有去維護它。現在看到這樣子，是因為微距鏡頭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哦。那麼平常在家用肉眼怎麼看呢？來，把刀刃朝上轉一轉，讓刀刃經由各種光線角度反射看看，然後你會發現刀刃的邊緣會有些亮亮的不連貫的虛線。沒錯，那就是刀刃的微距齒向左或右不整齊的傾倒所造成的反光，這個我們就叫做捲刃。把捲刃放大看就呈現這樣子，像粗糙的鋸齒一樣。捲刃累積多了，你的刀就會不利，所以就要透過磨刀來重新排列。像我的克里斯 VG 8.8寸主廚刀來檢視一下，這把是我最常使用也常常磨的，這把我大概1個月磨個1-2次，所以狀況還不錯。再來看看我們的好朋友在家做生魚片依賴的生魚一刀，不錯，當然不錯，因為我才用1次而已啊。順便檢視一下這家刀廠的刃線開得好不好，非常整齊啊，各位。這是阿托瑪140番鑽石底，是目前市面上最硬的荒底啦。也因為它非常硬，所以除了它之外，我會搭配一塊這個刃質黑木320番。沒錯，老手如我也是會怕磨過頭啊。用鑽石底來修正，雖然效率很高，但是如果錯一點就會差很多啊。所以我會在接近完成的時候，用刃黑這種陶瓷底來接手。這個階段主要是用來快速破壞跟建立新的幾何。完成後就輪到中番數的底石登場。跟各位介紹，這是目前磨刀界的當紅炸子雞，來自蝦印的鑽石燒結底。對的，沒錯，又是鑽石啦。但我剛也說過了，削切力強也會伴隨着風險，不論是技術還是口袋。當然一定有人會酸我，當年的那塊被我捧上天的刃黑2000小綠呢？原本不想提的，既然你們那麼想知道，就讓你看看吧。沒錯，小綠現在靜靜的躺在盒子裡頤養天年啊。我是磨完刀洗完，想立在旁邊滴個水，順手往流理台邊緣的水管上插，沒想到就突然順着縫隙掉到流理台下面啦。聽到哐啷一聲，心都碎了，趕緊打開相機蹲下去查看，但為時已晚。小綠身體斷成3截，比5條悟還慘。我甚至連他身上的灰都不敢過度擦拭，生怕一個不小心又繼續剝落。我還因此難過的吃不下飯，都吃麵。前面建構好幾何後，後面就是讓刀刃越來越細緻。這邊是刃黑5000跟12000番。記得不是每一把刀子都會磨到這麼高的番數。像 SG2 這類粉末鋼，碳化物顆粒非常細緻，而且分布均勻，高番數底時才能真正研磨出穩定可用的銳利度，這也是超奢上底存在的意義啊。至於其他鋼材適合的番數，我們之後再講，這個展開下去太多了。到最後完成，我們再用這個盪刀板來做個收尾。盪刀板是皮革做的，可以溫柔的掃去你刀口上的毛邊，但是適可止就好。我們今天是要磨到12000呢。開始前，我們先做個簡單的勤前教育。我畫了一個簡單的圖給各位參考，角度都是按數字填上去的，盡可能精準一點。這是一把新刀的刀面，而刀刃就是在刀面頂點的兩側各以15度研磨出來的一個小小面積。我故意畫的高一點，這樣看比較清楚，但刃線的夾角都是一樣的哦。今天的工作就是要連同缺口，把整條刃線全部打平，以確保新的刃線不會再有缺口。但這個時候刀刃的位置已經變得非常厚了。如果直接按原本15度去做開刃的話，就會變成這樣子。你的刃線跟刀面之間的角度會變得很大，像一把斧頭一樣，你的切入阻力會變大。所以正確做法應該是在兩側以低於15度的角度先開一條刺刃。這邊我們做到大約10度左右，
這就是俗稱的打薄了。用這個做刀刃雖然很利，但是太薄了，你的刀刃耐用度會降低。我們繼續用15度再造一條新的主刃線就好啦，這樣才算大功告成。你的主刃線底下才會有好的基底，主刃、次刃刀面之間的過渡平順，才能有正常的切割感。簡單削個紙片來測試，這邊有2種廣告紙，好市多跟家樂福的。好市多的比較厚，比較硬挺，而家樂福的又薄又軟，拿來測試更嚴苛。先從厚的開始，斜切是最容易咬住紙張的。太斜了，完全打滑。調整角度再試一次，是可以順利切割，但是過程很卡。切口中間的破損就是刀刃的缺口造成的。當然，這個情形也會發生在食材上。換上軟的廣告紙，笑死，完全進不去啊！整個在上面打滑。以垂直角度在阿托瑪上面筆直的畫幾刀，2、3、4，試看看，好像還有點力，5、6、7，非常好，已經很鈍了，完全不銳利。接下來可以大膽的開工啦！打雕刀刃必須要從頭到尾都要貼到底時，避免因受力波均而改變刀刃的形狀。中途隨時停下來檢查進度，用鑽石板修刀子最怕就是磨過頭。繼續。還沒好，再來。已經小很多了哦，但還是很明顯。再來，又再進步了一點。這時候檢查的間隔就要縮短了哦。原本的刃線剩下細細的一條線而已，接下來得更小心。繼續。終於磨到剩下一點點而已，原本的刃線也幾乎要貼平了。阿托瑪的工作先告一段落，我們用刃黑320繼續接手。一樣的工作繼續吧，要小心哦，不要磨太久，快接近尾聲了。感覺好像還有一點點，沒錯，是一點點，沒錯。但由於我們下一步還要磨出次刃，估計會把鋼材再往上推一點點，順利的話就可以消掉這個小坑了。那我們打掉刀刃的工作到這邊就算完成了哦。磨得非常整齊，刃線平均的往後退，刀刃的頂點變得非常的平整，不會割手，簡直像一把觀賞刀一樣，非常有趣哦。抓磨刀角度的方式以前有教過了，從垂直90度開始除以2 2次，可以得到22.5度，再除以2再回來一半，就能得到我們平常磨刀的15、16度。那麼22.5除以2，大概就是我們要的次刃角度啦。開始吧，做次刃的角度非常貼哦。尤其是這種小刀上幾乎快要平貼了，如果沒有拿穩，一個不小心你的刀面就花了。不是現在看到這種細紋哦，是被鑽石板刮過很深的那種刮痕。初步觀察一下效果，不錯，有正確的磨到我要的位置上，希望可以慢慢的把這個缺口蓋過去。不時要檢查一下你的刃線有沒有歪掉。把刀刃壓在底石側面滾一滾，壓一壓，如果不平順卡卡的，就代表刃線歪咯。之後有素材的話，我再教怎麼修復。由於阿托瑪140的顆粒實在太粗，所以在檢查有沒有磨出反鋼之前，我會先用刃黑320先過渡一下，讓刃線乾淨，檢查比較清楚。這個小缺口還是隱約能看見，不過目前為止已經順利造出一條刃線了。研磨過程都有摸到另一邊的反鋼，代表刀刃已經順利接觸到中心線了。接下來再用320繼續把這條刃線做得更平整。現在已經磨出又寬又整齊的次刃，其實如果再薄一點會更好，不過這已經是我手工的極限了。我們從頭到尾仔細的檢查，要確保現在刃口是完全平整的，不能有一點點的瑕疵，否則你的努力都白費了哦。太棒了，非常的平整，刀刃上的小坑洞完全被磨掉了。但是目前的刃面還是非常的粗糙哦，食材通過會非常的不順暢。畢竟這一關是320番，所以我們得繼續讓次刃的刃面更加細緻一點。開始來到鑽燒一線番，繼續研磨次刃。
在這個階段的目的，只是要讓刺刃的刃面更加光滑而已，讓我們的主刃切割食材後，通過刺刃的表面會更加滑順。好了，經過1000番的修飾，表面更加的滑順了，我們繼續提高番數。我直接跳過3000來到5000番，因為目的只是要讓表面更平整滑順，而在前面的關卡中並沒有造成太深的磨痕，所以我決定直接上5000番。不錯，達到目的了，刃面已經有非常好的鏡面感，接下來開始重建主刃吧。沒錯，繼續拿回刃黑320，主刃線我們要求窄而細緻，所以用320來開刃比較適合。剛剛刺刃是幾乎快要貼平的10度，而這次主刃線我們要再拉回一半，來到我們熟悉的15、16度左右。C， 原本的刺刃的刃面最上緣又多了一條窄窄的刃線，這就是最後的主刃啦。主刃好，這樣子我們主刃線的幾何就建構完成了。再回到1000番，把剛剛320建構的刃線再磨得更明確一點。這一關很重要哦，我們的主刃線到這一關就要排版定案了。好了，剛剛那條霧霧的主刃線，現在要更加明確了一點，可以達到反光的程度了，可以稍微反射出指紋，但不多就是了。繼續來到鑽燒3000番，一般的刀子到這一關以後就會非常有銳利感了，刀刃的咬合感也會非常好。要不要再往上，就是看鋼材的性能還有自己的需求。好了，亮度又進一步提升了，非常明顯。其實到後來也分不出主刃跟刺刃的區隔了，因為亮度都很接近。除非刃線都是用機器打的，那接線就會更明確了。繼續來到刃黑5000番胭脂紅 NG， 是的，就是上面寫的 NG。刃質黑墨很有趣哦，每一塊都是以顏色來命名。我之前介紹刃質黑墨系列就有聊過了，有興趣可以點擊右上角看一下。那為什麼刃黑系列我都介紹了，不介紹鑽燒嘞？鑽燒很貴呀，我可能得找賣家陪我演一出。剛好在樓下公園巧遇，想把鑽燒丟進垃圾桶的刀具行老闆，又剛好被路過的我撿到。又剛好裡面有發票，又剛好有我的統編。好啦，5000番完成，又更亮了。繼續最後一關吧。終於來到刃黑12000番，番數越往上越要注意表面的清潔哦，尤其是我們剛剛還有鑽燒的輪替使用，這些顆粒都可能對細緻的超市鋼底造成傷害，所以我還是得用復活底石在表面稍微清潔就好，輕輕的就好，確保表面沒有殘留其他的底石或金屬屑屑。這一關你得非常輕、非常平穩，仔細觀察底石表面有磨出刀刃的金屬粉，就可以翻面了。好啦，完成清潔一下，做最後的收尾。把刀子洗完擦乾，換上當刀板。啊靠，我的手濕的。由於我們剛剛已經磨到12000番了，其實不太需要當刀啦。如果要的話，次數比較多，每一面3到4下就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了，一邊4下就可以了。終於完成了，在刺刃的上面多建了一條主刃線，而這條主刃線也把它磨得絲滑緊面。再徹底檢查一次整條刃線哦。但說真的，如果當場發現瑕疵，應該會直接飆髒話吧？但這一次是不可能的，因為我可是每一關都用微距鏡頭檢查過啊。太棒了，非常完美，舒服。再回來削紙片測試吧，先從厚的開始斜削。不錯，可以削得很薄，垂直，可以，整條刀刃吃好吃滿都沒問題。再來軟的廣告紙，順，刀刃吃滿沒問題，削薄片，沒問題，垂直，可以啊，刀刃不滑動就能垂直落下，不錯。好了，今天的磨刀分享就到這邊。磨刀真的是一輩子的課題哦，隨着更多的玩家分享經驗跟知識，磨刀的體驗跟心境也會有所不同。之後會再分享其他磨刀的疑難雜症。這裡是克里斯餐桌，我是 Chris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